宗喀巴大师上师瑜伽法门非常适合忙碌的现代人修持。对于那些任务繁忙且时间不足的人来说，这个简单却快速有效的法门，能协助消除病痛、减轻忧郁、减少寂寞感，并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和谐、稳定和安宁。若修行者拥有正确的动机，此修持无疑是一个如意宝，能实现及满足我们一切的愿望和祈愿。宗喀巴大师上师瑜伽法门的真正含义是寻找我们的修行上师，此持修法门引导我们的思维朝向根本上师或本尊的心识。我们在修持上师瑜伽法门时，修视师为佛，透过修习它，进而寻找到自己内心的上师，使我们在修行成就更上一层楼。上师瑜伽法门在藏文被称为 Gadan Lagyama， 即是兜率天欢喜众神的意思。上师瑜伽法门是文殊菩萨传授予宗喀巴大师的其中一种殊胜持修法门。当初文殊菩萨是以特别划线的文字传授此法，那是老百姓无法阅读的文字。很庆幸的是，宗喀巴大师将之普及化，让众生有此福德持修这殊胜的法门。他后来也因此成为了格鲁教派的主要修行仪轨。上师瑜伽法门的益处。宗喀巴大师的上师瑜伽法门是一个简短却精深的修持法，能为修持者带来巨大的益处。修持上师瑜伽法，我们能获得智慧、慈悲和力量，同时我们也能够跟弥勒佛、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和金刚手菩萨结缘。此外，我们还能跟兜率天堂创建了一个永恒的关系。这么一来，当我们死亡的时候，我们就会投生于这个天堂。以下是修持宗喀巴大师法门的好处。防止邪灵的侵扰。在拉萨有一个富有的上等人家，他们被一群叫做白哈尔的魔神折磨。白哈尔是一群特别的魔神，他们通常只会骚扰某个家族当中的一两个人。然而，这个家族中却有很多成员都被一个一个的弄死和毁灭，最后只剩下一个儿子，依然时常被白哈尔附体。每当魔神附体时，他就会完全不受控制。这个家族的成员明白，如此下去将会导致他死亡。为了拯救大局，他们就去找伟大的帕登桑波。帕登桑波对他们说，我已经完成了上师瑜伽的修行闭关，所以当魔神附体的时候，你们只要拿着这些念珠，并把它们放在家里的各个进出口和门窗处。那个人于是就照着喇嘛的话去做。当魔神附身在那个男孩身上时，他马上拿着念珠放在门窗上，那个魔神就无法逃离了。无论魔神去到哪里，一个面相可畏的大威德金刚就会出现，所以他们无法逃离。这个时候，这个家庭的成员马上请帕登桑波过来。帕登桑波来了后，对白哈尔说，你必须发誓不再伤害人类，不再干扰人类，否则我就不让大威德金刚释放你。那个魔神即刻回答道，我是白哈尔魔神首领的下属，如果我不伤害别人，我的法力会消失，而我也会受到折磨，请别要求我那么做，放了我吧。伟大的帕登桑波就对那个魔神说，那么你至少要保证不去伤害那些修上师瑜伽法门的人，如果你做到这点，我就放了你。魔神同意了，于是帕登桑波就收回了那些念珠，让他离开了。即便到了今天，只要我们念诵宗喀巴大师赞，许多邪灵就无法骚扰和折磨我们，甚至是最凶猛的白哈尔魔神也无法对我们造成伤害。坡瓦法。宗喀巴大师法门也包括了坡瓦修行法。坡瓦是一种能在死亡时控制意识转移的高级禅修法。单纯的修持宗喀巴大师法门，你就能够投生于甘丹天堂。而当你投生这个天堂时，你将从莲花中化生，就如同在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中一样。不同的是，在甘丹天堂，你将会投生在伟大的弥勒佛跟前。由此可见，坡瓦法能让我们跟弥勒佛建立很强的联系。如果我们现在祈愿自己将来能成为弥勒佛的最亲近弟子，那么当弥勒佛未来降生于菩提伽耶时，我们就会投生在那里。一般上，修行坡瓦法将缩短一个人的寿命，好让他能够迅速投生于某特定佛本尊的净土。然而，修行宗喀巴大师法门却不会这样。这个法门主要让我们与弥勒佛建立很强的联系，让我们能一直修行佛法，直到老去。当我们往生后，就能投生在甘丹天堂。即使我们不想投生甘丹天堂，我们也会有机会自由选择自己想要投生的地点或方式，以便继续修行来利会众生。
所以有机会修持宗喀巴大师法门是多么幸运的事。智慧，正如释迦牟尼佛曾经的预言，宗喀巴大师是智慧之佛文殊菩萨的化身。因此，对虔诚的修行者来说，修持他的法门能带来巨大的智慧。也正因如此，宗喀巴大师法门特别适合儿童、任何年龄层的学生或从事教学、辅导、传媒或艺术工作的人们。修行此法门，我们能得到7种智慧，即广大、明了、迅速、甚深、讲说、辩论和著述。广大，它能让我们能够明了并消除我执，而我执正是一切痛苦的源头。此外，它也让我们明了自己所该依从的佛法路径。明了，这种智慧让我们懂得分辨各种现象的细微特质。迅速，它让我们能认知疑惑和误解的本质，进而能摒除邪见。甚深，它让我们能轻松了解及深刻掌握甚深佛法教义。讲说，能面对广大听众，以准确无误的方式教导佛学教义，并能根据听众的根器因材施教，这样才能够有效地弘扬佛法。辩论，能够以合乎逻辑及善巧的方式为佛法教条辩论，以消除对方的邪见。著述，真正明了佛法教义，并有信心将自己的心得善写成书以利益众生，这可让佛陀的法教在世间流传得更久。内外密障之庇护，宗喀巴大师的上师瑜伽法门还能庇护你免受内障、外障和密障3种障碍的侵扰。外障的庇护是指保护你免遭来自人、非人及各种灾祸，如洪水、火灾及意外事故的伤害，或当你缺乏修行的基本条件，如没有时间、食物、住所和钱财时，它能够庇护你，让你顺利获得这些有利于修行的各种条件。宗喀巴大师的修行还能帮助你防止内在障碍，比如疾病或妄想，包括了邪见和负面想法。修持上师瑜伽法能够确保你长寿、生活稳定，并且改善你的健康状态。它也可以治疗疽病，即那些被邪灵侵犯而莫名跌倒，进而陷入昏迷的人。宗喀巴大师法门也能庇护我们在朝圣证悟之路免受密障的干扰。所谓的密障只执着于一般表象、观念和二元论。二元论的意思是把事情看成具有两极化的本质，即非好即坏，非黑即白。密障的呈现方式也包括邪见，对上师或者个人的灵修途径产生疑惑。为父母加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以提供食物、帮忙打扫、服侍的方式侍奉父母是很好的。然而，这样的侍奉只对他们今生有好处而已。若要利益他们的来世，我们可以供奉或制造宗喀巴大师像，并将功德回向给他们。将供奉或制造宗喀巴大师像的功德回向给父母，以盼他们在未来生可以有缘修法、学法，并在正悟的路上前进。只要那圣像还存在，且人继续利惠众生的一天，一切供奉的功德就会不停地累积，直到永远。为小动物加持，轻声念诵宗喀巴大师赞，然后向宠物吹口气，就可以给他们带来智慧、慈悲心和护卫。将任何神圣咒语吹向动物，就是在他们心里种下印记。这些印记会帮助他们得到较好的转世，并具备能力来明了佛法，以向正悟的道路前进。旅行，我们外出旅行前，若能皈依及观想宗喀巴大师，并修持上师瑜伽法及念诵宗喀巴大师赞，旅途上的许多障碍将会得到平息，圆满觉悟。修持宗喀巴大师上师瑜伽法门，并跟随他的忠告和教诲，包括跟从郎讲及转化思维的修行法门、菩提道次第广论、大手印以及诗书50颂的内容来修行，你就可以证得圆满觉悟。以上为修持宗喀巴大师上师瑜伽法的几种利益。宗喀巴大师上师瑜伽法门最适合现代人持修。由于现代灵修者身处在高科技和各种娱乐诱惑之中，所以持修宗喀巴大师上师精简的上师瑜伽法门会非常适合。即使我们不去持修任何其他的法门，单凭着认真的根据大师的教诲、禅修和法门来修行，我们也可以获得更好的转世。我们最终将会投生在甘丹天堂，获取的证悟。在影片的最后，我愿将这个视频的功德回向给所有的母亲众生，愿一切母亲众生离苦得乐。